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星河百度。让你掏空钱包变成光棍的节日又双若着到了，很多小伙伴早就把宝贝加入到购物车，准备拼手速了。不过作为一个极简主义者，我是不建议因为价格让利而去冲动消费的，毕竟使用才是最重要的目的。我们能发现很多消费品早已脱离了使用本质，加上一些花里胡哨的装饰或者功能，然后价格翻一倍，内卷现象没比咱们差到哪去。好吧，我承认没钱也是其中一个因素。我摸了摸裤兜，真的比脸还干净。不过没关系，一些现象咱们还是可以吐槽一下。今天咱们就聊聊家电界的内卷现象。有些商品不是为了使用体验，而是颠覆三观，所以尽量不要冲动消费，交织上税。炒菜机，内卷指数3星半。从炒菜机的基本结构来看，就是一个温度更高、内置搅拌功能的电饭煲。不开玩笑的说，运作起来跟洗衣机和搅拌车的原理差不多。不会做饭的人也知道，炒菜要翻炒、颠炒。而炒菜机只能通过搅拌浆来回搅，它不管你粘不粘锅，几人份的菜，总之就是按照设定时间搅和就行了。所以我觉得叫它搅菜机才对。如果你是为了节省时间买一台炒菜机，可能会失望了。经常做饭的都知道，炒菜炒的环节并不耗时，最花时间的是准备食材，摘菜、洗菜、削皮、切丝、腌制这些过程。而且并不是说把菜扔进去你就可以坐等吃饭了，你要中途加调料，看看有没有粘锅。另外有时候菜还不熟，需要你再手动处理一下。这哪是智能炒菜机啊，分明是个智障。最后因为搅拌浆的影响，刷锅的时候你会更抓狂。我一个朋友之前买的，用了1个星期就吃灰了。他说原本以为买了个帮手，结果买了个大爷。即便再高端的炒菜机，也只能把菜做到能吃，别指望色香味俱全。任何一个小白花上半个小时，做上2次，就能把家常菜做得比它好吃。大屏冰箱，内卷指数4星。这里是说带显示屏的冰箱据说有海量菜谱，还可以刷剧、网购、听音乐，让厨房时间变得更精彩。冰箱竟然也跟手机、电视竞争了，我是怎么都想不到什么剧能让我站在冰箱前看完，什么东西非得通过冰箱去抢。碎片化时间已经稀碎了，连做饭的时间都不放过，真担心哪天看冰箱着迷，锅糊了都不知道。用过的朋友应该了解，只要屏幕联网就会经常推送广告，合着我花了更多的钱就是为了多看点广告吗？食补功能可能还有点用处，但仔细一想也是多此一举，因为手机一搜就有了，放在旁边就能边学边做了。而冰箱可不一定放在灶台旁边，有些是放到客厅的，总不能两头跑吧。其实冰箱从制冷到风冷，解决不结冰、不串味儿，能够尽可能的长时间冷冻保鲜，才是正儿八经的升级。搞这些花里胡哨的功能，只能说是内卷高手。可旋转电视，内卷指数4星半。没错，就是可旋转的电视，听起来就玄乎，对吧？旋转电视本意是用来看手机上的直播短视频，但从视距来看，坐在3米开外看电视，跟你平常看大屏手机差不多，而且你也不能在电视上操作点赞，对吧？当然如果它能转快点，当个电风扇也行。这项目我投了。其实电视的功能就是观看，而决定观看体验的决定性因素就是屏幕、画面、音效。比如屏幕要看分辨率、亮度、色域、背光方式、刷新频率和材质这些方面。分辨率决定了画面细节，刷新率决定了视频的流畅度。经常看球赛或者打游戏的小伙伴感受会强一些，画面就看运动补偿、HDR 这些参数。说这些的目的是升级这些方面才是用心做电视。所以我们看一些品牌的电视，表面平平无奇，但价格贵了好几倍，就是这个原因。食物烘干机，内卷指数5星。不是衣物烘干机，是食物烘干机。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，我就在想，哪些食物需要烘干吃呢？烘干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更脆一些吗？看到介绍之后，我发现自己 out 了，原来是为了做水果干、蔬菜干、肉干之类的。但其实市面上销售的一些果蔬干是冻干技术，就是冻结食物，然后让食物中的固态水直接升华。这样做不会让蛋白质变性，也不会影响微生物和酶的作用。而烘干机就是单纯的加热，让食物中的水分蒸发掉。这样做导致一些食物发生氧化，有些热敏性物质，比如蛋白质、维生素会发生变性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。而有些食物烘干机的声音会让你觉得厨房停了一辆拖拉机。所以想要用烘干机做成果蔬干随身携带，随时补充维生素的就要慎重考虑下，不如直接去买成品。低糖脱脂电饭煲，内卷指数4星。号称对3高人群友好的电饭煲，常开吃不用担心高血糖。米饭的含量非常高，在70%到80%之间，所以医生都会建议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高的人不要吃米饭。但是对于以米饭为主食的人们来说，不能吃米饭简直就是一种惩罚。所以低糖脱脂电饭煲就来了。低糖脱脂电饭煲其实就是反复粒米，煮一会儿倒掉一部分米汤，再继续煮。不过米饭就是淀粉类物质，而淀粉就是葡萄糖分子聚合连接而成的大分子。淀粉根据分子结构不同，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。支链淀粉水溶性强，消化快，吃完血糖上升快；直链淀粉消化速度慢，
血糖上升也慢。即便把一部分溶解在米汤里的直链淀粉倒掉了，剩余的淀粉吃到体内还是会转换成葡萄糖。另外一些商家可能会偷换概念，把降糖说成是降血糖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再加上这种淀粉饱会损失多酚、维生素等营养物质，所以真要减肥或者是三高人群，最好还是少吃米饭，或者用粗粮代替。6. 臭氧消毒洗菜机，内卷指数5星。动辄上千的臭氧消毒洗菜机，网上竟然有人30块 DIY 出来了。不是网友太强大，而是这种东西门槛并不高。它的原理就是通过释放臭氧气体，把臭氧溶解到水里，氧化分解农药。首先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它的确可以清除一部分食材表面的农药，但是对食材内的农药无效，对重金属和激素也同样无效。另外有2个副作用，第一个是臭氧兑水消毒后与水中的溴化物发生反应，会产生2B致癌物质溴酸盐，不过高温就能分解掉，这个还好。另外一个就比较尴尬了，就是没有溶解到水中的臭氧跑到空气中会形成一定的氮氧化物。人的臭氧安全接触值是 0.05 ppm， 但一般使用臭氧洗菜机之后，空气中的臭氧浓度会超标，对人的肺部、眼睛、中枢神经系统都会有伤害，所以要么过半个小时再去厨房，要么杀敌500自损1000。其实焯水对蔬菜农药的去除率就已经很高了，因为大部分农药高温后就会分解，所以用开水烫1-2分钟就可以了。另外一些水果能去皮的去皮，不能去皮的就用小苏打水、淘米水多洗几遍就可以了。当然提到这些商品并不是说就一定不能买，我相信每一款产品研发出来都是经过市场分析的，也一定是有一部分人有相应的痛点和需求的。因为我个人一向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，不是万不得已不会介入其他工具。大哥，你是了解我的，以我的习惯，万事不求人。另外我更看重商品本身的使用属性，洗衣机就是洗衣服，洗得干净比啥都强。你要是加个音乐功能，加个看片功能，多少有点不务正业，对吧？最后如果是真的有需求，完全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买，毕竟比平常要便宜很多，能省则省嘛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耐心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，还望订阅关注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要看他与谁同行。关注星河百度，咱们每周聊点有温度的成长内容。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